陛下为何事烦心？今日早朝，众臣让朕赐死阿史那氏和宇文产。这是为何？众臣是担心，有人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造反作乱。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理？朕若是听他们的，赐死了阿史那氏和宇文产，岂非滥杀无辜？但群臣的担忧，朕也深有体会。如今这出生的大隋根本经不起一点风浪。臣妾有一个主意，或许可为陛下分忧。说来听听。阿史那氏的弟弟是北国达头可汗，不如我们将他们送往北国，再对外宣称他们已死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只是不知道阿史那氏他是否愿意。与他阐明利害关系，他会懂的。小心一点，慢点跑啊！别摔着了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免礼。谢皇后。不知皇后前来所为何事？今日早朝，群臣上谏，要求赐死你与产儿。我和陛下自是极力反对，只是这朝臣们担忧你和产儿的存在会给大隋王朝带来动荡，这一点陛下也无法忽视。所以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想与你商量。你愿意带产儿回北国去吗？北国，多少年没有回去了。虽然路途奔波，但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。只要皇后能送我和产儿回北国，阿史那感激不尽。皇后，您请回吧。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是啊，也许再也无法相见了。没想到，我怨你怨了一辈子，到头来却要仰仗你来保命。你言重了。这段时日，我想了很多。你说的对，若产儿还继续做这个皇帝，早晚难逃奸佞之人的毒手。每次想到阿雍当年虽身在皇位，却仍心惊胆战，我便害怕。如今也好，没有了这江山皇位的重担，产儿也终于能像个普通孩子一样，平平安安的长大。是啊，其实身为女人，一生所盼，也无非就是夫君康泰，儿女平安。所以，我要替普天之下为人妻、为人母的女人，多谢你愿牺牲一己之荣辱，换天下太平。说实话，其实这么多年，你我恩怨不断，早已说不清孰是孰非。但就凭你如今这一份心胸，家洛敬佩不已。其实，你才是巾帼不让须眉。你不知道曾经我有多妒忌你呢。皇后，保重。保重。
这帮混账东西！朝廷辛辛苦苦筹集的物资，居然一丁点都没交到百姓手上。殿下，微臣为此事曾多次询问大都督，可大都督就一个字：等。这一等便3个月了。如今春耕已过，再等下去，恐怕今年陕州又将颗粒无收了。都查清楚了。司书，快说！我找了几个旧时一起在军营的军事查证，又去查了朝廷下发官牛的记录。果不其然，所有的东西都被扣在那大都督赵兴的府上。什么？回禀殿下，大都督监管陕州、宜州和豫州事务，故而不仅是陕州、宜州和豫州的境况，恐怕连我们这里也不如啊！居然敢中饱私囊，谁给他们的胆子？这赵兴自是军功，还有何事是他不敢干的？只是苦了这3州的百姓，苦不堪言呐。既然父皇派我巡视，这件事我就不能不管。太子殿下，末将乃陛下亲封的大都督，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，殿下要如此折辱我？赵大都督，父皇命你统领3州军政，是望你能亲民爱民，彰显皇恩浩荡。可你都做了什么？就为了一己私利，胆敢藐视圣旨，将本应发给百姓的物资据为己有。你回头看看，看看你身后的百姓，你可是他们的父母官。可天下有哪个父母能忍心看着自己的子女受此折磨？你不但辜负了父皇的殷勤期盼，更断送了大隋百姓的福祉，真是其心可诛，其罪难饶。来人，在！大都督赵兴藐视圣旨，贪赃枉法，按律当斩。等等，我乃朝廷命官，太子殿下，你不能就这么杀了我！太子代天子出血，自然可代天子行事。你等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如此嚣张！拉出去，斩了！是。饶人呀，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，不能这么杀了我！太子殿下，你不能这么杀了我！太子殿下！皇恩浩荡，父皇体念百姓艰辛，故而广施仁政，却不料被赵兴这等贪官从中作梗，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。本宫今日以大隋太子的身份向各位保证，国库发放的物资定会悉数讨回来，一样不差的还给你们。今后再有敢阻挠大隋新政、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，无论品级多高，本宫也绝不姑息。还望大家明白当今圣上的一片苦心，尽快开始春耕，也可早日自力更生，重建家园。太子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陛下，何事如此高兴？伽罗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坐。看陛下的样子，是不是永儿有什么好消息了？你来看看这个。臣妾一向觉得，永儿这孩子儒雅犹豫，果敢不足，没想到也有这般雷厉风行的时候。此举必定大快人心。如今不仅是陕州百姓，就连朝堂重臣，也都对他称赞有加。有子如此，朕总算是可以放心了。永儿这孩子是你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的脾气性情自然不会错。广儿虽然自幼不在我们身旁长大，可他有永儿做榜样，日后也会逐渐成熟干练起来的。相信有朝一日，他们兄弟2人定能互相辅佐。自古皇家争斗，兄弟多失和。
但愿我们的永儿与广儿能够兄弟齐心。广儿这孩子有才但多疑，还需多加引导，以防有异。佳洛，你似乎对广儿有所芥蒂呀？广儿，她太过沉郁了，一言难尽。但愿是臣妾多想了。朕好不容易历尽艰辛，才有今日。若他日朕驾鹤西去，望他们兄弟二人能守得住这大隋的基业。陛下春秋鼎盛，还有大把时间，可以好好调教他们，又何必忧心这些？新兰，是，臣妾炖了些补品，陛下用一些吧。啊，有劳你了。佳洛，怎么了？臣妾又想起丽华了。这孩子，佳洛，我们如今能做的，便是让大隋更为强大，让百姓更为安定，如此，才不会辜负他们的牺牲退让。臣妾已让丽华抄写佛经，希望能够化解她心中戾气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日后丽华定会明白你的一片苦心。皇后驾到！彩铃，把门拴上。是。皇后驾到，快开门！公主，赶紧把门打开啊！蓉儿，算了。是。丽华，母亲来看你了。你若是还不想见我，那我便在门口与你说说话，可好？丽华，这里还住得惯吗？这天气渐渐热了。前几日，母亲派人给你送的新被褥，你可还喜欢？我记得以前在家里的时候，一到夏日啊，你便嚷着要出去玩，多大的日头都不怕。永儿就不一样了，她最怕热。啊，对了，永儿近日在陕州立了大功，你父亲很是高兴，连连夸赞他呢。这孩子如今也长大了，嘴里整日念叨的都是大隋百姓，是你父亲教的好。你最近可有好好吃饭呀？参见父皇，儿臣与魏王出巡归来，特向父皇复命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永儿，你此番出巡，成绩斐然。查处赵兴等人贪赃枉法一案，更是大快人心，果然不负朕所望。即日起，晋太子杨勇入尚书省，参与军国政事，为朕分忧。谢父皇，儿臣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父皇重托。好，魏王，你此次护卫太子出巡有功，赏黄金100两，以彰其功。臣弟谢过陛下。陛下，太子诛杀赵兴，其余州郡官员闻风丧胆，
再加上督官奋力整治，现如今各州郡贪赃枉法之事已基本肃清，百姓都在称赞陛下圣明，太子贤德。好，朕素来最痛恨的，便是一个贪字。如今国之初立，百废待兴，断断容不得这些人乱了我大隋的国计民生。太子此举，正合朕意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，文武百官再有贪污受贿者，必当严惩不贷。臣遵旨。朕还有一事。前朝武帝时，为扩大农耕，下令禁佛道二教，逼迫僧侣还俗。时至今日，收效如何？中卿可有见解？陛下，臣以为佛道二教自汉魏以来便深受百姓信赖，其影响根深蒂固。当年前朝武帝断然禁了二教，又强迫僧侣还俗，实乃倒行逆施。非但不能有益于农事，反而使得全国流民增加，动荡不安。依臣之见，礼佛尊道乃人之常情。陛下心怀百姓，不如顺应民心，解除禁令。晋王，你有何看法？父皇，佛道二教均教人向善，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。百姓尊佛重道，不但能化戾气为祥和，更能使其自省自检，心有因果，便不会为非作歹。百姓安定，方能使我大隋长治久安。为长远计，还请父皇解除禁令，重振佛道二教，以安民心。臣等附议。中卿所言甚是。早年间，朕曾寄居在佛寺，对佛祖始终是心存敬意。如今天下初定，民心浮动，正是安佛之时。如此，朕便准众卿所奏，即日下旨，解除禁令，重修佛寺、道观。陛下英明。参见皇后。平尼妙善庵住持会定，携妙善庵上下恭迎皇后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免礼。谢皇后。会定主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皇后记挂。平尼替妙善庵上下谢陛下皇后慈悲，开尽佛道，才使妙善庵能有今日之状。平尼与妙善庵上下日夜焚香祝祷，愿陛下皇后身体安康，千秋百业。住持有心了，只可惜慧远住持早已圆寂，无法见到今日景象。慧远住持在天有灵，当感激陛下皇后。皇后，请。佛祖在上，信女伽罗诚心祝祷，求佛祖保佑大隋国泰民安，皇帝身体康健，朝堂清明有序，后宫和睦安康。再求小女丽华力气得效，一家人和美团圆。佛祖，丽华做过不少错事，但她本性不坏，请求佛祖原谅她。若有任何罪过，都请佛祖报应到我身上吧。谢谢佛祖。文姬，
你可还好？我很好，只是我不明白，姑姑你为何还要与独孤伽罗为伍？难道姑姑忘了父亲和祖父的血海深仇吗？傻孩子，姑姑怎会忘记？独孤伽罗和杨坚他们一心向佛，可知天理循环，善恶有报。如今我委曲求全留在独孤伽罗身边，就是要找机会一报父亲、大哥和大嫂的大仇。只是他们如今是九五之尊，我一时之间也无从着手。但是我相信早晚会有机会的。所以文姬，你不要急，也不能急。文姬明白。可是姑姑，你一个人在宫里，难免势单力薄，不如将文姬也带进宫吧。文姬保证一定听姑姑的话。我发誓，尉迟家的血海深仇，一定要拿杨坚和独孤伽罗的命来偿。好孩子，不愧是尉迟家的后人。你放心，姑姑一定想办法让你进宫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二人联手，一定能替尉迟家报仇。各位大人久等了。微臣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岁。诸位快起来吧。谢太子殿下。快请入座。太子殿下出巡有功，又得陛下赞赏，臣等替殿下高兴啊！哎，多谢诸位。诸位都是我大隋良臣，国之栋梁。今日请诸位到东宫一聚，一来是犒劳诸位为国尽忠之心，二来是希望诸位能各抒己见，不吝赐教。殿下这番话也太抬举我等了。殿下深得陛下信任，又是国之储君，我等为殿下尽心出力，自是理所应当啊。好。有苏大人这句话，本宫便安心了。今日本宫与父皇议政，每每提及淮南水患，父皇总是忧虑不已。不知诸位可有良策呀？殿下，臣久居淮南，深知水患之祸，然以往围堵之策收效甚微。依臣之见，堵不如疏。若想办法开渠引流入海，或许会有效果。王内侍此法与本宫想的一处去了，本宫且记下，明日回禀父皇。大隋出力，还有众多事务亟待解决。本宫近来考虑前朝官制臃肿，若是能略作调整，减员增效，岂不是很好？听说太子今日在东宫大摆宴席，晋王为何没去啊？满朝文武都巴不得吹捧于他，又何必多本王一个？晋王说的是啊，太子如今风头正盛。只不过微臣以为，晋王与太子同为皇子，可陛下却只看重太子，所有风头也都被太子抢去。这对晋王未免也太不公平了。臣也如此认为。晋王雄韬武略，不在太子之下。此次出巡的若是晋王，说不定比太子还要果决。只可惜呀，罢了。他是太子，自然是要让他几分。本王随父皇征战多年，方才有了今日的大隋。他是长子，自然应当多为父皇分忧。有他在前面劳心劳力，你们这些大臣们大可省些力气，跟在他后面附会即可。臣等若是附会，
必也只会附会晋王。臣等只待晋王与太子争辉，臣等随时为晋王效力。如今太子锋芒正盛，与其日月争辉，倒不如韬光养晦。参见皇后。柔儿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本宫挑一挑。回皇后，内务府打造了一只珠钗，还请皇后过目。来，呈上。这只珠钗古朴大方，美而不妖，很合本宫心意。皇后素来不喜奢华，后宫众人一直以皇后为典范的。本宫只是知道这一针一线来之不易，所以能省则省罢了。是，皇后贤德才是百姓之福。她是谁？不是平日跟着你的宫女。哦，她是内府新挑上来的宫女。看着很眼熟。你叫什么？何方人士？皇后，她姓赵，名如意，乃是妙善庵会定住持推荐入宫的。说是自幼父母双亡，一直寄居在妙善庵。臣妇看她样貌端正，为人也老实，所以臣妇就带在身边了。奴婢赵如意参见皇后。免礼。皇后，陛下准备起驾上朝了。你来替本宫插上。是。你在妙善庵待过，也算是有佛性之人。以后跟在蔡王妃身边进行伺候。奴婢谨遵皇后教诲。新兰，我们走。是。恭送皇后。恭送皇后。父皇，除开军引流入海以治水患外，儿臣对于先前一直探讨的3省6部制，也有一些想法，望父皇定夺。这些提议是你想出的，还是旁人帮你想出的？回父皇，是大臣们向儿臣提议，儿臣觉得甚好，遂禀报父皇。那大臣们是何时、何地向你提议的？这，回父皇，是昨日在东宫。大臣们有提议，不直接禀告朕，却跑去东宫先告诉你。难道你那个东宫是另一个朝堂，另一个大德殿吗？回父皇，儿臣的东宫岂敢与大德殿相比？不过是昨日冬至，众臣到东宫拜见儿臣，儿臣想为父皇分忧，故让众臣献计献策。不敢与这大德殿相比。苏怀，臣在。朕来问你，昨日你们拜见太子，行的是何种礼节啊？这，陛下，说。回禀陛下，臣等行的是朝见之礼。拜见东宫只能用贺礼，不可行朝见之礼。苏大人，你们糊涂啊！陛下，
臣等确实糊涂了，求陛下恕罪。陛下，求陛下恕罪。若你们是真糊涂，这朝堂之位便不适合你们了；而若你们是假糊涂，那这朝堂之位便更不敢留你们了。陛下，求陛下恕罪！陛下恕罪啊！陛下恕罪！求陛下恕罪！陛下，父皇，皇兄生性洒脱，不受宫规拘束，此次定是不属礼制才有所疏忽，还望父皇莫要责罚皇兄。身为太子，不属礼制，违反礼制，岂能不罚？念在你是初犯，朕罚你于本月内背书一切宫规礼制。若有再犯，朕绝不轻容。谢父皇开恩，儿臣甘愿受罚。谢陛下开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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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这番策马疾驰，烦恼啊，都被抛在九霄云外了吧？这你可不了解殿下了。若真要让殿下将烦恼抛到九霄之外去，恐怕必得与殿下吟诗一番才行啊。还是你了解本宫，那你便在这山顶美色之间先做首诗吧。哎，殿下，我发现此处有比作诗更妙的东西。哦，是什么？殿下，这荒郊野岭突然冒出一个女子，恐怕有些奇怪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姑娘。多谢公子相救。小事一桩，不必挂心。这是姑娘的吗？多谢。还未请教姑娘芳名。小女子云若霞。人美，名字也美。多谢公子谬赞。不知公子名讳？我姓杨，单名一个永字。杨公子。哦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哎，姑娘，我还能见到你吗？可到城中的云氏鞋店找我。云氏鞋店。北国的达头可汗阿史那殿爵上奏，那木木可汗强抢他部粮食，敦木可汗便以我大隋赏赐他们的鼓队与旌旗举军平乱。木木可汗以为我大隋亦参战，皆望风投降。如今那木木可汗被生擒，但因木木可汗与敦木可汗是亲兄弟，阿史那殿爵不知该如何处置。诸位卿家对于此事有何看法？陛下，微臣以为木木可汗为祸同族，当斩首处死，以免留下后患。陛下，微臣也以为当斩首处死。北国有诸多部落首领，有人拥护我大隋，有人则明里暗里与我大隋为敌。木木可汗便是如此，故而臣以为应当将其押解回长安，公开处死，以给天下人一个警示，也昭示我大隋之天威。臣复议。臣亦复议。
太子高仆射，你们有何想法？回父皇，儿臣以为，若木木可汗当真背叛我们，自该严惩不贷。但据儿臣所知，木木可汗的部族相比其余众部地处苦寒，且收获偏低。眼下并无证据证明木木可汗辜负大隋。若趁他正处困境便将其诛杀，并非招抚北国众部的办法。反之，敦木可汗屡有吞并其弟木木可汗部族之意。幸亏达头可汗殿决及时制止，才免去同部相残。儿臣以为，不但不应追究其抢掠之罪，还应下旨，让殿决扶助弱势之木木可汗，让他们兄弟并存，这对我大隋才更有好处。臣附议。太子说出了臣心中的想法，这毕竟是北国人的事，应当由北国的达头可汗去处置。我们若插手，只怕会被天下人说成以强凌弱，伸手去管别人家的事情。太子高仆射，你们可别忘了，敦木可汗可是打着我大隋的名义去镇压木木可汗的部族。如今木木可汗的部族恐怕已将我大隋视若敌人，若不杀他，只怕日后他会反咬我大隋一口。哼，正如杨御史所说，敦木可汗高举我大隋的旗鼓，我倒觉得敦木可汗更精怪，时有使诈之嫌。陛下，臣认为应当留一个人制衡着他。若杀了木木可汗，敦木可汗以后恐怕会借着大隋的名义更加肆无忌惮。父皇，儿臣正是这个意思。高仆射不愧是看着儿臣长大的人，最了解儿臣的想法。而且他们手足相残，严重伤害儒家教化，应当留下木木可汗一条命，以彰显我大隋的宽厚。太子与高仆射所言极是，那便按照你们说的做吧。太子，真没想到你竟能想到制衡这一层面，很不错。父皇，日前在文昌殿与您说的钱货改革之事，儿臣又有了些新的想法。哎，今日乃家宴，不谈国事。太子也是一片热忱，你且听听嘛。朕知道太子对国事尽心尽力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。不过难得今日天气和暖，你母后费心费力摆了这家宴，如若我们不好好享受，怎能对得起她的一片苦心呢？国事可稍后再说。是，父皇。皇兄，为国为民固然重要，天伦之乐也难得。况且为人子女，还是要百行孝为先。国事重要，家事也重要。你倒是分得清，在这皇宫之中，国事便是家事，家事便是国事。即便如此，朕还是想享受这片刻的闲暇。你若是累了，可将一些事务交给太子与晋王。太子善文，晋王善武，都能为你分担。朕不累，朕只是觉得，许久没有像今日这样，一家人坐下来说说话，很是怀念。是啊，若是丽华在，便更好了。丽华还是日日待在深宫之中，不肯出来吗？是啊，也不愿意见我们。要不，改日儿臣再去劝劝他。他如今的心结，不是劝就能解开的。他心里还在恨我呢。皇嫂，臣弟相信丽华只是一时未想通而已，待他日后明白其中曲折，便会理解你们的。是啊，母后，姐姐只是一时赌气。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总有一日她会消气的。他若不消气，我们也定会想办法让他消气的。母后别太难过了，您还有我们呢。你们都长大了，日后娶妻生子，
便不是母后的了。说到这娶妻生子啊，四郎，朕得说说你了。你若再不娶，这永儿和广儿都要超越你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朕给你赐婚。哎，不，皇兄，你可千万别给我赐婚。我要自己找，我要找一个跟我有缘的人才行。赐婚这种事，不太适合我。哎，您呢，还是给太子赐婚吧。啊，太子年纪也到了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已经有意中人了。哟，是哪位官家的小姐呀？不过是寻常百姓家的女子，不是什么官家小姐。你身为太子，如何会认识寻常百姓家的女子？记住自己的身份，既娶不了人家，便不要去招惹人家。太子也未必不能娶寻常百姓家的姑娘，若娶了，倒还能迎娶民心。先看看人再说。谢谢母后。将军，所谓何事啊？啊？将军，我们没犯事啊，将军。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您就是云若霞姑娘吧？是我。你们这是？皇后想要见您，请您速速更衣，随我走一趟。皇后？皇后为何要见我？皇后听闻您与太子相识，故想见见云姑娘您。太子殿下。太子，你的这位云姑娘胆子可真是够大的，连皇后邀约竟然也敢晚到。哎，皇叔你就别再说笑了。云姑娘并非不识礼数之人。母后，她肯定不是有意的。太子都为她说上话了，看来这位姑娘不简单呢。皇后，云姑娘来了。参见皇后，太子殿下，魏王，免礼。谢皇后。云姑娘，家中有何人？啊，回皇后，家中还有老妇。老妇以何为生？以做鞋为生。本宫没听清楚，大声一些。回皇后，民女父亲以做鞋为生。辛苦吗？还好。云姑娘可知你父亲每日什么时辰开始做工，什么时辰收工？每日时辰不一定。是不一定，还是你并未注意？民女并未注意。母后，今日不是来谈儿臣与云姑娘的事情吗？为何谈论她的父亲啊？云姑娘，本宫知你与太子早前姻缘相识。你们二人亦是情意相通，但太子毕竟是太子，与之婚配的女子，无论是品貌还是家世，皆须为上乘。云姑娘品貌自然是出众，但家世……哎呀，母后，儿臣不在乎她的家世，儿臣只在乎她这个人。皇后，民女对太子是真心的。民女自知身份卑微，
配不上太子，但在尚不知太子身份之时，民女便已爱慕于他。民女别无他求，只求与太子厮守，即便无名无分也没有关系。云姑娘也不必急着表述真情。本宫倒是有一个办法。哎，母后，什么办法？让云父入朝为官，而且是为大官。如此一来，云家不就家世显赫了？云姑娘与太子不就相配了吗？皇后，你觉得这个办法可好？啊，但凭皇后安排。云姑娘，本宫恐怕不能如你所愿。安排你父亲入朝，本宫不能做，也做不到。而方才不过是对你的一番考验罢了。遗憾的是，你未通过考验，所以你与太子之事就此作罢。母后，母后，皇后，皇后，我对太子一片真心，求皇后成全。太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还有何颜面回去面对父亲和街坊邻里啊？他们都以为我会嫁给太子，如今我岂不是成笑话了？你先别急，别急嘛。母后不了解你才会这样。本宫会想办法的。皇后，那云氏虽说没有大家闺秀的气度，但又不是让她做太子妃。若太子真的喜欢，收她进来做个侍女，也未尝不可呀。这怎么可以？这太子若真喜欢她，便不会亏待于她。真让她进了门，日后提她位分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倒是没想到，太子竟然会喜欢这样的女子。哼，说起来，这个云姑娘还真是挺有意思的。好，皇后，臣弟不该胡言乱语，惹皇后生气，请皇后原谅臣弟。母后，太子殿下，儿臣有话要说。若是关于那云氏的，便不必说了。可儿臣是真心喜欢她呀，儿臣不知方才云氏哪里做的不好，惹母后生气，还请母后明示。你真想知道？是。好，本宫命姚上宫他们送去华服，为她更衣打扮，为的是想看看她能否驾驭那宫中服饰，也想看看大喜之下她能否稳得住。很可惜，你们也看到了她那浓妆艳抹、夸张至极的面容。我听姚上宫他们说，是她自己非要往脸上涂涂抹抹的。可她是第一次见您，想给您一个好印象，只不过弄巧成拙罢了。儿臣倒觉得她率直可爱。本宫也不是以貌识人之人，所以本宫便问她关于她父亲的事情。但是明显感觉到，她说父亲以做鞋为生时的不自信与尴尬。一个连自己父亲是做什么的都不敢大声说的人，这样的人太虚荣了。他那是见到你紧张。你倒是会维护他。本宫也想这么认为，所以本宫又故意说让他父亲入朝为官。若是他拒绝本宫，那其他的瑕疵，本宫倒可以作罢。可是他说什么？他竟然说但凭本宫做主。你们说说看，像这样的人，怎能引入家门？母后，您是皇后，那当然您说什么他便听什么呀。他又怎敢拒绝您？四郎，你说说你的看法。这云氏的父亲以做鞋为生，想来也没有入朝为官的才能，更何况是为大官。但那云氏听闻皇后要封他父亲为大官之后，非但没有拒绝，反倒一脸的欣喜，连无功不受禄这样的客套话也没有。这样的人若是成了太子的妃嫔，怕是也会让太子给他的家人们安排官位，那朝堂岂不是要大乱了？皇后，您可是这个意思？听到没有？还是四郎明白事情轻重。儿臣以为是您不够了解他。那你就很了解他吗？但儿臣喜欢他呀。母后，您与父皇那般相爱，为何就不能成全我们呢？太子，你是一国储君，母后希望日后在你身边的是可以帮你之人。那云氏不适合你。
母后，好了。前不久才因朝见之事惹你父皇生气，你如今又想找一个这样的女人，你是太子，得知进退，明事理。儿臣告退。哇，这么大，这么漂亮，喜欢吗？嗯。虽然母后不同意，但本宫还是要带你来这儿。眼下看来，恐怕你只能先躲在这里，日后待本宫向父皇禀明，你才能现身。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只要能与殿下在一起，怎样都不委屈。那这些天你不要乱走，若被人发现，麻烦就大了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众卿免礼。谢万岁。今日有何事启奏？陛下，据在梁国的人来信密报，说梁国有几个大臣暗中与陈国交好，有亲陈倾向，而那梁国皇帝倒看不出其中态度。众卿家有何看法？父皇，梁国是我大隋之附属国。地小民少，梁王一直以来倒也算安守本分。如今虽说只是几个臣子有亲臣倾向，但恐怕日后梁王也会受了他们的影响。故儿臣以为，应派人前去试探试探梁王，甚至可以敲打敲打他，让他知道自己的本分。其他人呢？有何看法？陛下，臣亦以为太子所言极是。梁国是小国，如今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其叛隋投陈，故而不宜动用武力。臣觉得敲山震虎一番即可。陛下，臣附议。此事不仅关乎隋梁两国，连陈国也牵涉其中。朕以为，需细细思量，从长计议。臣妾也认为太子的想法不错，陛下是觉得有何问题吗？朕只怕仅仅是敲山，是镇不住梁国那帮人的。那陛下之意是想借机废梁？有何不可吗？梁国部分臣子既有亲臣倾向，日后怕是也会惹出事端。若将其吞并，不仅免于后患，还可以给陈国一个警告。朕便是想到了这一层，才没有立刻同意太子的提议。但如太子所言，如今只是猜测罢了。若就此废梁，只怕日后会为天下人所诟病。况且臣妾觉得那梁帝萧从倒是个识大局之人。陛下可还记得2年前，梁国的将士许世武秘密以城池联合陈朝将领荆州刺史宜皇侯陈惠济。事情泄露后，萧从便诛杀了许世武吗？自是记得，所以朕对他一直都很放心。但此一时彼一时，人心总是时时在变的。所以先行试探一番也未尝不可呀。若人心真有变，到时候再依照陛下的想法做也不迟。你说，这众朝臣都认为我的提议不错，父皇为何就不同意呢？皇兄也没有不同意啊，只是暂时未表态而已。若是在以前，这么多人同意，父皇一定同意的嘛。哎，太子殿下，你若是再这么唉声叹气下去，这御花园的花都要被你惹得蔫了、枯萎了。行了行了，我不唉声叹气了，行吗？哎，我倒是觉得很奇怪啊，你以往对皇兄同不同意你的提议，可没这么在乎啊，今日为何如此重视啊？四叔，我可只相信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别人。你还不知道我吗？快说吧。其实我就想借此机会，大大小小立个功，或许父皇母后一高兴，便让我与云姑娘在一起了。嚯，你还没放弃啊？哎，你小点声。放弃什么？没什么。
啊，今日在朝堂之上，太子不是向陛下提议如何处理梁国之事吗？陛下没同意，太子正郁闷着呢，正想着要不要再跟陛下提一提。这有什么好郁闷的？皇兄，虽说父皇暂时还没有同意你的提议，但你在思考，你在出谋划策，父皇心里肯定会为此高兴的。再说了，不是有那么多大臣都认同你的想法吗？我觉得阿广说的对啊，你有治世之才，陛下定都看在眼里的。拜见太子、魏王、晋王，陛下召太子与晋王到千秋殿议事。议事？难道是梁国之事？很有可能。快走！啊，魏王，陛下只召了太子与晋王。陛下，皇后、太子、晋王、高仆射、杨御史来了。儿臣参不免礼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您召我们来是为了那良人之事吗？下朝之后，朕反复思量了，觉得太子所言颇有道理。太子，接下来你想怎么做？回父皇，儿臣以为梁国国小力薄，定不敢真的做出忤逆之事，只需派一位使臣前去明着暗着提点梁王与那些梁国大臣，他们心中自然便有数了。你们二人呢？以为如何？啊，陛下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臣也是这么想的。回陛下，臣也以为太子的提议甚好。这不太像你们二人的做派啊！太子说什么便是什么。陛下，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晋王，你不喜多言，但是朕想听听你的看法。父皇，儿臣以为，只靠一名使臣前去用言语威吓不够力度。若真能靠言语恫吓，那古今往来的许多仗便打不起来了。继续说。儿臣以为，还需靠出兵震慑，才能令其感受到我大隋的力量。陛下，晋王所言有理。其实呢，朕是打算让萧从带着他的臣子们来我大隋朝见，朕要亲自试探他们。就由杨御史和晋王带兵前往梁国去请他们。待他们来到我大隋之后，你们便驻扎在梁国江陵城外。但凡萧从和他的臣子有意，你们立刻出兵，攻占梁国。陛下，您是有废梁的想法？废或是不废，完全取决于萧从和他那些臣子如何表现了。晋王、杨御史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哎，父皇，儿臣以为，儿臣对梁国更为了解，更适合前往。永儿，广儿作战经验比你丰富，你身为太子，还是少冒险的好。以往打仗也从未见到你如此积极啊，今日为何要抢着去？就这么定了，由杨御史与晋王前往。儿臣遵旨。殿下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一个人待在这儿都快闷死了。今日上朝为何去了这么久啊？我为咱俩挣前程去了。可惜啊。可惜什么呀？可惜父皇不给我这个机会。哎呀，这次不给还有下次嘛，你别难过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可能不难过？明明是我想出如何处理梁国之事的，父皇不过是顺着我的思路做了个决定。我本想借此机会立个功，说不定父皇一高兴，你我的事便成了。谁成想，他们让阿广去了，说阿广作战经验比我丰富。早知道当年啊，我便不嚷嚷着不爱打仗了。哎呀，打仗有什么好的？万一受伤了怎么办？谁愿意去便让他去呗。我只希望殿下你平平安安的，这样我即便一辈子都躲在这东宫里面，我也愿意。还是你对我最好。殿下对若霞也很好。
今日殿下如此辛苦，要不要我陪你喝几杯酒解解闷儿啊？好啊。殿下，晋王求见。阿广怎么来了？快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哎，若夏，你快去躲躲。啊，他不是殿下的弟弟吗？连他也不能知道我在这儿吗？眼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这儿，你快躲起来。哎呀，若夏，你快去。参见太子。哎呀，兄弟之间何须客气？坐吧。不坐了，不坐了。那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我拿来送与皇兄的蜀铠。我又不打仗，你送我蜀铠做什么？啊，正因皇兄不去打仗，我才送来了这件蜀铠。这件蜀铠是你我兄弟同心的明证。待我前往梁国，有这件蜀铠陪在皇兄左右，皇兄亦能感受到弟弟我为父皇，还有皇兄你去打拼天下的父子手足之情。阿广，听你一番话，我这兄长心中真是惭愧啊！我本还为去梁国的是你而不是我感到郁闷，可你所讲的却是为父皇与我去打拼。身为兄长，自叹不如。皇兄万万不可这么想，皇兄是储君，只要懂得用人即可，而我便是供皇兄差遣之人，去梁国这种事，怎还用皇兄亲自去呢？你说的对，有你这样的弟弟，何其有幸啊！那皇兄，我还要去准备前往梁国之事，便先告辞了。去吧，去吧。这梁帝性情柔和，怕事，晋王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本王并不担心。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梁帝何须如此不舍呀？晋王说的是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不必不舍。正是。有晋王和杨御史帮我们守着江陵城，安全得很。皇兄，你便放心去吧，早去早回便是。这位便是萧蔷公主吧？见过晋王、杨御史。啊，免礼，免礼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替朕好好招待晋王与杨御史，朕定早日归朝。是，皇兄。出发。晋王与杨御史既是远道而来，又要为我们守护都城，自是辛苦。不如到宫中一坐，强儿有好酒招待。公主真是会说笑啊！为你们守卫都城，不过既有好酒，又是公主相邀，若不前去，岂不显得我们大隋男子小气？走。
晋王、杨御史，强儿敬二位3杯酒。这第1杯酒，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好。这第2杯，是为了大隋与我两国共同的未来。这第3杯酒，是为了二位与强儿虽相隔千里，但却能在此相见饮酒的缘分。这是我梁国宫廷内特酿的灵酒，二位可品一品，味道如何？这酒明澈，温润如玉，醇香绵延。入喉后，一股暖流在全身蔓延开来。好酒，好酒！既是好酒，但二位就喝得尽兴，还不快为晋王和杨御史斟酒？不能再倒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小强公主，晋王一路奔波劳累，很是辛苦，该回去歇息了。啊，对，是该歇下。打扰许久，也该回去了。公主，多谢你的盛情款待。二位既是要走，强儿想留，定是留不住的。那最后，便让强儿再为二位献一支舞吧。公主身处皇宫，即是家中，何以吹出如此情深意切的思乡哀曲呢？晋王能听得出这是思乡之曲？啊，虽对勋乐了解不多，但此刻本王身处异乡，
听着公主的熏乐，思绪也被带回了我大隋。故在本王听来，这便是思乡之曲了。晋王说的对，这正是思乡之曲。公主身处家乡，何故思乡呢？我自幼与皇兄感情甚笃，皇兄在那儿，我的家便在那儿。可如今，皇兄远去你们隋国，仿佛将我的家也带走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但你皇兄并不是不回来了，你又何须如此哀伤呢？晋王这一事，皇兄定是能回来的。啊，这……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自是能回来的。特别的事是什么？这个……其实本王的意思是，这世上并无绝对之事，因此本王不能给你什么保证。哦。其实，梁国本就是大隋的附属国，论起来也算是一家人。如今你便当你皇兄去亲戚家串门去了，等事情办完了便回来了，你不必如此担忧的。晋王说的对，本就是一家人，我又何必如此担心呢？多谢晋王。谢我什么呀？谢谢你听我吹嘘，谢谢你陪我说话，谢谢你让我没有那么担心了。总之，此刻我心情好了很多，自是要谢谢你的。不是都说了吗？算起来我们也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啊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啊。晋王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我一个人在这儿吃肉喝酒啊，可没劲了。本王可没看出来，你一个人吃的没劲啊。快坐，快坐，来。哎，晋王，这么晚才回来，不会是乐不思蜀了吧？什么乐不思蜀？本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杨素别的本事没那么大，可这眼睛倒是比一般人灵光些。晋王与萧蔷公主，我可是都看在眼里了啊！你笑什么？你看错了。少年情窦初开，少女怀春，很正常嘛，有何不敢承认的？啊？承认又如何？反正也轮不到我。怎么轮不到你啊？唉，萧蔷是公主，若是隋梁联姻，那必定也是与太子联姻。谁说公主就必须与太子联姻的？前些时候，太子看上了一个民间的姑娘，但母后没看上，说那人做不了太子妃，正筹谋着为太子选一位太子妃呢。这萧蔷公主你也看到了，才貌，那也算是世间难得。母后看到了，定会觉得她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。不至于吧？这天下又不止萧蔷公主这一个才貌出众的美人，你若是真看上了，皇后又怎会非得许给太子呢？太子为先啊！你若是这么想的话，那你便去做太子呗，这萧蔷公主不就非你莫属了？杨御史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说，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！哎呀，看把你给吓的！坐下。哎呀，晋王，坐下。啊？
这事尚可为知己者死，那你为何就不能为自己喜欢的人去争一争太子之位呢？嗯？况且你又不比太子差，啊，确切的说啊，你在许多方面比太子强。比他强又如何？有些东西是命。哎，他是长子，自然应当是太子。我一向以为晋王你志向远大，没想到你竟是个认命之人呐！哼。不对啊，你怎会怂恿我去争太子之位呢？莫非是太子派你来试探我？好，我果真没看错人。能想到这一点，说明你确实有过人之处。不过你想错了，我若真想试探你，可就不是这么个试探法了。我杨素呢，一向是个不认命之人，所以我才能从一个连酒钱都付不起的穷鬼，做到了如今大隋的从三品御史大夫。况且，我刚才都说了，我的眼睛可比一般人灵光些。我知道，什么人呐，值得跟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比太子还值得你跟？在我看来，确实如此。你不信我对吧？不信我就对了。你若是立刻信我，我还会觉得晋王你太过轻信了呢。嗯，好了，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，回去呀，慢慢想。不过，萧蔷公主那事儿可慢不得。这样吧，你可先跟皇帝、皇后提一提，说不定皇帝、皇后就答应了呢。啊，好了，喝酒。皇后，您没事吧？近几日心绪不宁，如今又有些咳嗽。心绪不宁，皇后，既然心绪不宁，不如去佛殿，或许能让心情平复呢。好，佛门清净，焚香诵经，心情应当能平静一些。嗯。是谁？竟敢私自用佛殿？大胆！此乃皇帝与皇后所用的佛殿，岂是你等可私自用的？你们几个必须严惩！求皇后恕罪！求皇后恕罪！佛引人向善，佛的本性是普度众生。这佛殿又怎会约束于谁可用谁不可用呢？那岂不是违背佛的本意了？本宫不罚你们，起来吧。谢皇后，谢皇后。不过，本宫想知道，你们为何在此念经啊？回皇后，奴婢等听闻皇后病了，故而想为皇后诵经祈福，祈求佛祖护佑皇后安康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难得你们有这份善心。你之前曾在妙山庵待过，不如这佛殿，日后便由你来看管吧。是皇后，多谢皇后信任。奴婢定不负皇后厚望。
下，你为何喝这么多酒啊？是否有什么烦心事儿啊？本宫身为太子，却连自己想娶的女子都娶不了，还将你藏在这深宫之中，不见天日，是本宫对不住你。殿下，你别这么说。若霞早已说过了，只要能与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的。你越是这么说，本宫便越觉得对不住你。你说你如此善良，如此单纯，那母后为何就看不到？有眼无珠吗？哎，殿下，这话可万万说不得。若是传了出去，皇帝皇后会更不高兴的。本宫还不高兴呢。殿下，这话您可千万不能乱说，您得忍耐。您是太子，这天下以后还不都是您的？我也是您的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够，够，你是我的就够了。你为何躲我呀？殿下，你来追我呀！殿下来啊！我来了。你追上我，我便是你的了。你等等本宫。姑姑，我们为何要大半夜的到这里听太子与女子的嬉笑声？你可知那女子是谁？太子身边侍寝的宫女。侍寝的宫女，并不是。这里面的女子，应该就是云若霞。您如何知道是她？我发现近来太子的膳食当中，有一些是他本不喜欢吃的，而且量也比平日的多。若当真是侍寝的宫女，太子怎么会如此厚待？所以这当中必定有问题。那女子，定是云若霞。可是，这与我们有何关系？自然有关系。我们的机会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们要利用云若霞，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矛盾。好，我明白了。